好的，前面2节课呢，我们对假模铺胶的这个操作技巧已经讲得非常详细了。那么这节课的话，我们主要讲剩下3个假模的操作过程中不同的形状可能会遇到的不同点的注意事项，给大家做一个要点的提要。因为方形呢，它是一个筒形的形状，我们在去铺胶的时候，主要注意的是2个侧线的位置，它有可能拱度比较高的原因，导致2个侧线收胶它不能收得非常完整，所以在到指尖位置的时候，需要用笔尖去把左右2边的胶给它铺匀，不至于等到我们做延长最指尖的位置可能会出现的缺胶的情况。确保假模内部光滑无气泡，然后我们的 C 弧是完整的，整个侧线2端的厚度要有1毫米的厚度，这样我们才能够有塑形的能力。假模带胶倾斜往后缘的位置轻轻推压，然后指尖位置轻轻按压。这个时候呢，我们翻过来检查一下指尖位置有没有堆胶啊。一般情况下，如果用力得当的话，它是不会溢胶的。出现一点点堆胶不要紧，我们用笔刷把我们本甲指尖位置的堆胶轻轻的抚平。这个时候注意，一定不能用力过度下压去拖拽它，否则的话会把原本流畅的 C 弧给弄得不平滑。检查一下指骨中心线啊，指骨中心线有没有对齐，侧面的高度有没有对齐。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手持灯微固化一下，只要它这个时候微固化不会在甲面上滑动，那我们就可以到大灯里面去给它进行10秒左右的照灯，进行塑形前的准备工作。筒形的塑形我们要特别注意，要用2侧双平行的塑形镊。但是呢，假模2侧有2个小搭扣，我们在用平时的这种塑形镊的时候，由于它的宽度比较宽，就会挡住小搭扣的位置，导致我们的塑形镊没有办法完全笔直的覆盖到我们的甲床最宽处和我们的假模的整个侧线上。所以我们现在选择的是 V 型塑形镊，因为它比较长，而 V 型塑形镊的前端口它就是平行的，所以用它来进行塑形筒形是比较合适的。塑形之后呢，我们到大灯里面去完全把它照干。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遇到的这个人他的甲床是相对来说比较宽的，你又怕在照灯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他甲床回弹所以说你在进入大灯之前，可以反向用这个 V 型长的塑形镊去捏住他的甲床位置，往里面去持续固化。这样的话，我们对于那种比较宽的甲床来讲的话，就不太会有回弹的风险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较长的欧美方的方形架脱模之后的样子。哇塞，简直了哈，非常非常的亮。脱模之后上面的光圈是极致光滑的，在这样的延长上面，你去做任何款式它都是非常漂亮的，而且关键是非常的节约时间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假模上面是有2个光圈，上面的非常的光滑光圈游走是很顺畅的，底部它还有一个小的光圈，这个光圈是我靠这个笔刷刷出来的光圈，所以它没有上面的那个光圈极致平滑。这个方形假模它的实用性也是很强的，就是你想要做长的你可以做长的，你想要做短的方甲也可以做短的方甲，节约时间，而且再搭配高透水晶胶，它的硬度又非常的好，就总之就是非常的好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欧美长梯的操作标准。它的铺胶跟前面的操作没有什么两样，主要注意的是指尖位置，因为它的指尖位置收口比较小，所以我们用大笔刷没有办法做出非常漂亮的 C 弧。那么这个时候到指尖位置的时候，我们为了让 C 弧看起来更加贴服和完美，我们会换取小的水晶笔去做指尖 C 弧的贴服。要注意2侧胶的厚度，侧线的厚度要有1毫米左右，这样才能达到非常好的牢固状态，一笔成型。像这样3边薄中间厚，里面的光圈几乎能够看得到的情况下，就是相对平滑了。指尖位置我们要检查它的 C 弧是不是足够完美。接下来还是推向后缘，然后注意我们的地面水平线的高度，然后指骨中心线去对齐它。好，测试，然后接下来俯视指骨中心线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去照灯固化。还是老样子，微固化3到4秒钟之后，我们就放到大灯里面去照干，照10秒左右然后我们可以来塑形。塑形之后我们去照灯，照灯2分钟达到完全固化。可以看到已经比之前要瘦很多了。接下来我们来脱模现在左右2边来翻开它，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来看哇塞，真的是非常亮，又是跟我们前面一样的，然后光柱非常的明显，游走很顺畅，就足见它上面的光滑程度，对不对？然后这个梯形就是我们最近非常流行的长梯，欧美长梯。接下来我们只要打磨底部形状线，还有指尖直线以及后缘的小阶梯，就可以做款式了。用金刚棒头来打磨后缘的小阶梯。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边的金刚棒头是不一样的，左边的这个叫做金刚棒头，右边的是我们常见的大家所谓的本甲科摩头，但是它也不能刻磨本甲，这个都要注意啊。然后用金刚棒头专门用来打磨这个阶梯三边的茶爪的一个细节修行的打磨头，它是全开刃的，非常锋利。我们来找一下三边，让我们的本甲跟我们的甲模延长的部分达到非常完美的无缝衔接。三边打磨完之后，我们把底部形状线和指尖直线给它打磨一下，就得到了我们现在的款式之前的延长。好的，接下来是肩型。前面两个如果会做的话，肩型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它的铺胶的整个流程会比拱度偏高的甲型铺起来是简单很多。那么在这里我们主要讲的是关于肩型的变形。肩型我们把前面的指尖打掉一部分，让它变成这样一个短梯。那么你的梯有多短，你变形下来的椭圆形它就有多短。所以说我现在剪掉了指尖大概有1厘米不到的位置，8毫米左右啊。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去进行变形椭圆形，磨掉梯形的2个尖角，然后把它左右两边打磨对称之后，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偏短一点的椭圆形。当然你也可以让它变得更短。那么我们第一节的甲磨的课程已经了解了从梯形变成了一个短椭圆，那么你可以用肩形做一个长椭圆。因为市场上椭圆形的甲磨它做完之后容易变得下钩，所以我给到大家的案例就是我们用肩形的甲磨去做长椭圆，也可以做短椭圆。你也可以用我们第一节课的偏扁宽的梯形去做一个短椭圆，也是来的会比较快一些。那么比较标准的椭圆形，建议大家还是用肩形去进行变形。这节课就到这里了。关于甲磨的延长，我们3节课讲得非常详细，无论是从短的还是长的还是拱的还是偏尖的，都已经给了大家非常详细的讲解了。